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大家好，我是老刘。在加拿大有一所大学，它被称为了加拿大硅谷孵化器，但也被戏称为北美宁古塔，更是因为前段时间的一组学生大一和大四的对比照而火遍全网，让这所学校的卷又上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里不仅是加拿大顶尖的以理工科闻名世界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全球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的摇篮。接下来我们将大家一边参观校园，一边为大家介绍一下学校的历史、专业、校园文化等。另外别忘了点赞订阅。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所加拿大极具创新精神的大学——滑铁卢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吧。想象一下，1955年一个寒冷的周五的晚上，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小镇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以 Dr. Gerard Hagee 为首的17位当地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围坐一堂。他们不是在讨论生意，而是梦想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学，一所能适应工业革命浪潮、强调实用技能和创业精神的大学。这就是滑铁卢大学的起源故事。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主要的一个区域，然后外边这个曲了拐弯的这条是它的主干道，就是 Ring Road， 就是这一条。然后它这块有一个公交中心，然后旁边这一块是工程学院，然后这一块是一个吃饭综合体。然后整个的面积其实还蛮大的。Let's go ！1956年，滑铁卢学院联合学院 （Waterloo College Association Faculties） 成立。1957年，约70名学生被一项开创性的合作教育计划所吸引，参加了该学院的首批课程。1959年的一项法案赋予了该学院完整的大学权利，并在次年授予了首批学位。拥有100年历史的罗马天主教教育机构罗杰姆学院于1960年与滑铁卢大学合并。次年，雷尼森学院、圣保罗学院和康拉德格雷贝尔学院也成为该大学的附属学院。短短几年，这所学校就从一个小镇工程学院扩张成占地100多栋建筑的综合大学。到1960年代，它已经引入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这时正好赶上计算机时代的黎明。创始人兼首任校长 J. Gerard Hagee 深受当时科技迅猛发展的启发，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是书本知识的殿堂，而应该是连接课堂与职场的桥梁。于是从那天起，合作教育 Co-op 模式就成了学校的基石。学生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理论与实践无缝融合。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创新，因为大多数大学还停留在传统的4年制课堂模式。在1962年，物理系开展了工程系以外的 Co-op 带薪实习项目，成为滑铁卢大学一大标志。In what they called the Waterloo Plan for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gee and Needles introduced a new style of learning to Canada known as cooperative education, or co-op. A freshman engineering student registers in September and for approximately 4 months attends classes. Then we split the class into 2 sections, one staying in school and one going into industry. You get the same amount of academic training as at conventional universities, but much more and much better integrated opportunities to apply what you are learning. 滑铁卢大学的崛起离不开当地社区的支持。那些1955年的创始人，包括银行家 Page Wadsworth 和企业家们，不仅捐款，还推动了与黑莓 BlackBerry 的早期合作，这让学校从一开始就与科技产业深度绑定。今天我们回看历史，你会发现滑铁卢大学不是靠贵族血统或者巨额捐赠起家，而是靠一群有远见的本地人，用创新与创业几个字铸就了它的 DNA。 从这边往前其实是学校的一部分宿舍，然后
学校周围其实有很多宿舍，离学校都是蛮近的。然后还有一些小独栋别墅一样的那些宿舍或者联排别墅呢，就可能相对远一点。然后有一些博士研究生会住到相对远一点的地方。但是住学校宿舍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活动非常多，可以参加楼里面的一些活动，可以认识更多的同学。这个是在校外租房可能达不到的一个状况。但学校的宿舍呢，价格反正也跟市场价格是差不多的吧。只不过有时候宿舍并不是特别好申请，所以如果说想要申请大学宿舍的话，还是要在 waiting list 上。不过大一新生刚入学的话，如果你申请宿舍是可以保证有的。右边这一片是新修的一片，感觉就是模拟的像动物园一样的那种环境，然后里面用各种木头做的小装饰。滑铁卢大学如今在经济影响力、研究实力和校友网络方面都非常强大。据早些年报告，其每年对安大略省经济的影响高达数十亿。而滑铁卢已有超过20万名校友，分布在全球约150个国家。滑铁卢大学已走过将近70年，学生现在超过4万2千人，包括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然后这个白的就是当年滑铁卢城市的最高建筑 Dana Potter 图书馆，是一个文科、社会科各种书比较综合的一个图书馆。当年这个楼吧没有这么高，可能因为扩建的需求，然后它就像拼积木一样，往上又搭了2层还是3层。在全球的 QS 2026年的排名中，滑铁卢大学位列加拿大的第5名，世界的119名，尤其是在工程和计算机领域都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它是加拿大体验式学习的第1名，校友网络覆盖152个国家，超过26万人。然后前面这墙上有好多本环的。哇，这个楼厉害！纳米，对，纳米研究中心。这楼其实建的挺设计的，当年厉害的。这个楼当年是由黑莓的创始人捐款1亿加币，而加拿大政府 match 了1亿加币，就是说他们当时要建一个纳米中心，加拿大政府承诺就是你们募捐多少钱，我就 match 多少钱。哇！结果黑莓的创始人因为家乡的情怀，那个时候 BlackBerry 还挺厉害的，可能。对啊，还世界前3国。现在也很厉害，他就以个人名义捐了1亿加币。真屌！加拿大政府也非常开心，慷慨的也 match 了1亿加币，以2亿加币的总价格过去建造了这个楼。这个楼主要是以纳米材料为主的，高尖端科技。里面做实验的都是穿的跟登月一样，从头保护到脚的那种。我也只是听传说啊，还请大家以官方信息为准啊，如有错误概不负责。没有前方就是学生活动中心，你说说它吧。SLC， Student Life Center， 这边有吃饭的地儿，然后有各种社团的办公室。以前就这一小楼，后面学校斥巨资盖了一大片食堂，里边还有银行。然后，中间有一片平时可以大家也不算聚会吧，就是学生碰见可以坐那儿休息聊会儿天的那个地方。反正有什么事儿都往 L4、L4 跑就对了。圣诞节都不关门。这是老的体育馆。这边有个什么？扩建了。后边那个新盖的楼就都是那些食堂，各种快餐，400位那种披萨、炒饭。反正就。还踢球的。打起来了，骂了。
这是个学校的 club， 这是学校的教师的这个教师联盟的一个 club， 就只有老师能进。对，只有学校的教职人员才让，而且还得买那个会员才让进去吃饭。Ring Road 的外面其实也是属于校园的，然后它现在过了大马路，外面还有一些学校的设施，包括新盖的体育场啦，还有那个眼科的大楼啦，户外的一些草地是一些比赛场地，比如说那个橄榄球，然后还有离得比较远的也有一些宿舍，都是在这个外面 Ring Road 外面的。这就是那个健康中心，对，这就是那个 health 相关的专业，什么营养学啦，还有那个 kinesiology， 对，都是这个系出来的人才。这边是北边的那个 Ring Road 的入口，然后外面是 Columbia， 对面就是那些眼科专业呀，然后体育馆啊，还有一些科研机构，都是在这个相当于给人感觉是在校外，但实际上他们是没有边界的。然后左侧这些黄呢，就是也是一些行政部门，包括学校的 HR 啊，学校的管理这些职工的一些福利啊什么，他们的办公室都是在这个附近的。然后不算是一些教学机构吧，那一些行政机构都在这边。然后前面右前方的这个灰色的大玻璃，就是工程系最新的一些楼，就16、17、15、16、17都在这附近。然后里面有各个未来大牛专业的学生们在里面疯狂的读书，他们就连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学术问题，也是非常的努力和紧张啊。然后左边这一大片公交枢纽也是最近几年才新建的，然后也是帮助学生在这里坐各种公交车，还有小火车的站也是在这旁边，还有就是一些城际的大巴，比如说去多伦多的也都是在这块坐车，反正学生是非常方便了，从学校就可以出发。滑铁卢大学是一所综合型的大学，拥有6个主要的学院，包括数学学院、工程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环境学院以及应用健康科学学院。这6个主要的学院覆盖了100多个本科专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呢，算是华大的旗舰学院之一，其组合数学、优化、算法等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计算机科学专业在加拿大也非常著名，华大呢也是很多软件公司初创人才的重要来源。滑铁卢大学呢的工程系也是明星专业，它包含各种工程学科，例如电子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环境工程等，都有非常强的实力。而 Co-op 项目呢，使得工程学生可以在几月中获得实践经验，增强就业竞争力。然后右手边这个绿色的，这个顶是绿色，然后上面有大管子，这个楼呢就是另外一个图书馆，叫 DC。这个图书馆是滑铁卢大学的主图书馆，它从顶部看像一个计算机的芯片，现在我们看不到顶部，因为没有小飞机。从顶部看像一个计算机的芯片一样的设计。这个图书馆主要是工科、理科、STEM 学科的所有的书籍都在这个图书馆里。William G. Davis Computer Research Center， 对。平时就有很多学生在这个地方学习，然后每个学期到期末期间，里面几乎24小时几乎找不到空位，所以这真的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海洋，一个自习的座位都找不到。对，当年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网上的很有意思的梗，说凌晨4点的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有大家羡慕哈佛大学的学生有多么努力，结果
一不小心被滑铁卢大学一个工科学生发现，他竟然还有一个空桌，而遭到了嘲笑。就是在期末考试期间，在这个图书馆里面，通常是24小时你也是找不到空桌的。一旦你上厕所时间长了，留了东西就会被收走，认为你是恶意占座。对。这里除了图书馆，还有一些办公室和这个实验室也是在这个楼里面的。然后里面也是有一小小个区域，吃饭的地方，可能方便课程中间的学生非常快速的去找一点吃的。William G. Davis 是大学的前校长的名字，所以这个 DC 呢是跟着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我们简单的呢在图书馆1楼大厅走了一下，全部都坐满了人在学习，真是太努力了，学习氛围也十分浓厚。还有这种绝对安静的这种 silent 的自习室，真是掉根针人家都看你。华大呢有一些楼中间呢是给大家修了这种天空中的连廊的。在这个滑铁卢大学啊，你就会经常看到楼与楼之间都有这种天上的和地底下的这种通道，所以你看着这个大学有很多楼，其实它们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冬天很冷，雪很大，所以为了让学生们更有效的从一个楼到另一个楼去上课，不耽误学习时间，所以他就建设了这么多这种连接的通道。就是学校在设计理念上都是在激励着学生们努力的学习，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青春。连从一节课到另一节课走路的时间都不要浪费。这个小区域呢是一个公共休息的区域，是给学生吃饭聊天的。但是我看到他们都在拿着电脑学习，是真没人玩啊。就学校但凡有一个坐着稍微舒服点的带桌带凳子的，都是在学习。这块这个白墙是可以学生自己写东西上去。之前看到很多小组讨论或者演算复杂的公式，他们都是在这块写。Waterloo Engineering 这个标还挺帅的，就感觉往那里一戳就有点意义。现在就来到了16，也就是化工系。这个化工系的楼一进来大厅都摆着个金流塔，真的非常有特色。这个楼里除了教室，还有很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也都在这个楼里。滑铁卢大学理学呢，包括物理与天文学、化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等等。环境学院呢，致力于环境的研究、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等。而应用健康科学呢，也是学校极具特色之一，对于公共健康、康复的科学等领域都有深度的投入。而人文与社会学院呢，提供历史、哲学、政治科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非常广泛的专业。前面这个楼就是机械工程系，你看这种比较传统的专业，它这个楼就显得比较老一点，就说明它在很早很早在建校时期就有这样一个建筑。这个是什么？那12，就是那个右手边的这个就是工程系的2号楼，E2，是不是有一些化学实验什么的？是机械系和电子系的是吧？
这机械是占1、2啊，机械室。里边是有那种像工厂车间一样的那种实验室。E3，哎，那个也是E3。我们就进 E3去看一看。先知道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地方。这个老楼感觉里边就是相对比较陈旧一点。这就是焊接专业。这就是焊接专业。海报展示着各个学生科研成果，对他们的科研成果，很有意思。各个 Best Research Award， 各个教授啊，这个学生啊，一些科研成果，还有他们得过的一些奖，看，都会摆在这个地方。Laser controlled area。还有绿色的涂鸦，不知道这应不应该叫涂鸦，是应该叫涂鸦。还有努力在做实验的选手。实验室。从那儿还出来。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小火车来了。你看，然后这边就会放下杆儿挡着不让走了，因为火车优先嘛。我们看火车来了。是不是很酷？反正挺方便。横穿学校中间。滑铁卢大学的校友是他最闪亮的名片。这些人不只改变了世界，还反哺学校。让我们来认识几位代表性人物。科技界的鲨鱼 Kevin O'Leary， 他是 Shark Tank 加拿大版的常驻投资人，净资产数十亿加币。O'Leary 本科就读于滑铁卢大学心理学专业，后来创办了多家金融科技公司。他说，滑铁卢大学教会我，失败是创新的燃料。加拿大首位登上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 Chris Hadfield， 他本科是滑铁卢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Hadfield 的太空吉他弹唱视频火遍全球，他还写书分享领导力经验。当然不能不提 Mike Lazaridis， 黑莓 BlackBerry 手机的发明者，他是滑铁卢的荣誉校友，曾捐赠了 1.5 亿加元建成了量子纳米中心。Lazaridis 的创业故事从宿舍里的无线电实验开始，到全球通信革命，完美诠释了学校的 Co-op 精神。另一位是 Chamath Palihapitiya， 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 Social Capital 的创始人，早年投资 Facebook 和 Slack。他本科是电气工程，感谢滑铁卢大学的 Co-op， 让他在硅谷站稳脚跟。文学界也有惊喜 ，Rupi Kaur， 印度裔加拿大诗人，他的诗集 Milk and Honey 卖出1000万册。他在滑铁卢大学主修修辞与传播，毕业后用 Instagram 分享诗歌，成了 Z 时代的偶像。滑铁卢的魅力不止于校友，他的教授和领导层同样是重量级。学校有1300多位教职工，许多都是国际顶尖的学者。先说2位诺贝尔得主 ，Donald Strickland， 2018年物理学奖得主，是历史上第3名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者。她在滑铁卢的物理系任教，专攻激光技术。Strickland 的发明周灸脉冲放大，革命了眼科手术和工业切割。另外一位呢是 Robert Mundell， 1999年经济学诺贝尔得主，供给侧经济学之父。
他曾在滑铁卢经济系任教，影响了全球货币政策。前校长 David Johnston 后来成为加拿大第28任总督，而上一任校长就是 Chancellor Dominic Barton， 也就是在中国被称为鲍达民，是一位出生于乌干达的加拿大籍商业高管、作家和外交官。他于2018年至2024年担任了滑铁卢大学的校长，而后呢，他于2019年至2021年担任了加拿大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而此前呢，巴顿于2009年到2018年也一直在担任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的全球董事总经理。Mike Lazaridis, who, as an undergrad, founded the company Research in Motion. That's the company that created BlackBerry and revolutionize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oday, hundreds of companies have Waterloo in their DNA, with more than 300 getting their start at the Velocity Incubator. They're collectively worth more than $1 billion, driving Canada's economic prosperity. Waterloo's legacy includes astronaut Chris Hadfield, Nobel laureate Donna Strickland, two-time Olympic gold medalist Heather Moyes, renowned poet Rupi Kaur, an original founder of the world's Blue Box recycling program, Eric Hellman, and even Stephen Hawking, who spoke at the opening of the Mike and Ophelia Lazaridis Quantum Nano Center.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滑铁卢2个最主要的图书馆之一的这个图书馆，它叫 Dana Porter Library。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呢，就管它叫 DP Library。这个 Dana Porter Library 呢，你看现在是10层，原来的时候刚建立是3层，然后呢发现不够用了，在这个3层的基础上继续往上摞，又摞了3层，然后发现还不够用，又摞了3层，最终摞到了今天这个高度。当年这个 DP Library 是全滑铁卢市最高的一个建筑，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高楼大厦已经建起来了，它也就不是最高的了。这个 DP Library 呢，主要是放的一些文科学生的书，你比如说心理学啦、社会学啦、政治学、历史学之类的书。然后前面这个小楼就是他们的学生生活中心，咖啡厅和吃饭的地方，还有一些商店，还有学生各个社团活动的一些办公室什么的也在这里。我这里边现在新盖的老大了 ，Student Life Center。这边是个 Tim Hortons， 这边是一个休息的大厅一样。中午孩子们都在这儿吃午饭，聊闲天睡大觉，有看片的，还有学习的。楼下原来是个酒吧，现在也改成吃饭的，吃汉堡了。然后这个硕大无比的食堂，学生食堂。然后有各种品牌。哎呦，做的怪的。我先拍一下。玛莎拉，然后披萨、沙沃玛、Subway， 反正都是比较常见的快餐品牌吧。人真多。
这个楼就厉害了，这个楼就是滑铁卢的骄傲的楼，让滑铁卢骄傲的一个专业，叫 MC 专业，就叫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就是数学和电脑专业。这个专业在滑铁卢的这个专业在世界上就是顶尖专业，所以滑铁卢也被叫为北方的硅谷。好，就是大咖们都在这儿了。对，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都会被什么谷歌啊、Facebook 啊、OpenAI 啊，这些大的网络公司疯抢，待遇极高。但是这这都是未来的精英工程师们。未来的软件工程师们。以前我们都说 engineers rule the world, but right now MC rule the world. Math and computer science rule the world, not engineers. 咱说我们是 computer engineers。哦，对。这个数学和计算机中心在1968年就开始启用了。在当时全球计算机科学刚刚萌芽的年代，滑铁卢大学就率先投入资源建设专门的计算机教学与研究中心，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也为今天享誉世界的数学与计算机教育奠定了基础。这个楼就是他们的环境系，而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恐龙化石博物馆，咱们进去看看。哎，进来一个元素周期表，非常可爱的一个元素周期表。谁曾想，大学里面还能藏着一个 Earth Science Museum 地球科学博物馆。这里主要展出的是地球科学、矿物和古生物学展品。这座博物馆成立于1967年，最初是地质系的教学辅助，后来发展成公众开放的教育中心，它免费向访客开放。博物馆最大的亮点是其恐龙化石展区，包括一个互动的 Dinosaur Pit 恐龙坑，里面展示了阿尔伯托龙的全尺寸骨架模型、复制龙和霸王龙的化石，以及恐龙蛋和冰河时代动物遗骸，如洞熊和乳齿象。访客可以触摸真实的恐龙化石，参与手动活动，如岩石识别和化石挖掘模拟。展品还涵盖从 5.75 亿年前的软体动物化石到现代矿物的广泛内容。这个呢，就是那个阿尔伯托龙，其实呢是应该叫阿尔伯塔，因为它化石主要出土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它呢也算是霸王龙科最早的一个成员，所以看起来就是前腿短后腿长。还看到了来自我们中国的矿石，这种看着实物上课的感觉应该更加直观吧。现在我们来到了 South Campus Hall 南校区大厅，这里有 Visitor Center。如果想来参加学校的那种 tour， 就可以去到这里，会有人带着你参观讲解的。还有就是学校的 bookstore 也在这里 ，UW 的 bookstore 也挺值得逛的，有各种质量很好的护地帽衫、卫衣卫裤以及纪念品。这些衣服看着穿上去就会特别舒服的样子，而且还和很多品牌有联名，还有小朋友的，估计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早早种下希望的种子。
这个是毕业猫头鹰和毕业小熊，毕业的时候可以拿着一起照相，还挺可爱的。然后人手必备的一个 UW 钥匙链，每个人都有。这个是 UW 比较有名的工程系大皮衣。那是 Arts， 你看它不一样的学院还有不一样的衣服。这是 Arts， 然后那个是不一样，对 Engineering Arts Max。光学校的水杯就这么多种，还有学校体育队的东西，滑铁卢 Warriors 勇士队。这个是我觉得滑铁卢 Bookstore 最值得买的东西，大鹅的钥匙串。小大鹅。他们文科其实有好多楼，这一片就基本上都是文科的楼。对。因为它文科下面有很多专业，包括语言呐、历史呀、经济学也在这下面，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学 （sociology） 什么的。进去看看，哎，大野猪，哎是不是这好玩。滑铁卢啤酒的那个野猪。这是他们的 greenhouse。滑铁卢大学呢，我们就带大家基本上转完了。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种氛围，是否也被学生努力学习所鼓舞？看着滑铁卢大学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在实验室里边日夜的奋斗，我忽然感觉到，青春其实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浪费。但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心中还有想去的地方，你就仍然拥有改变自己和重新开始的资格。努力不该是被逼迫的竞争，而是源自内心的热爱。真正让人坚持下来的，从来不是卷赢别人，而是成就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像这里的学生一样，在忙碌的日子里找到意义，在追梦的路上保持热情。若是要卷，那就卷自己想要的未来，而不是别人期望的人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关注、评论，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